喜欢老 K 与小猫频道的朋友们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哟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猫。去年2月 ChatGPT 一夜爆火，没想到今年2月 OpenAI 又整了个大的，一个叫 Sora 的 AI 视频工具凭空出世，爆火范围穿透科技圈，AI 爱好者朝着普通人迎面而来。据说很多做视频的、做剪辑的瞬间就慌了，感觉饭碗要被砸了，恐慌程度甚至超过 ChatGPT 面试的时候。我们先来看看 Sora 根据这110个字生成的视频。一位时尚女性走在充满温暖霓虹灯和动画城市标牌的东京街道上，她穿着黑色皮夹克、红色长裙和黑色靴子，拎着黑色钱包。她戴着太阳镜，涂着红色口红。她走路自信又随意，街道潮湿且反光，在彩色灯光的照射下，形成镜面效果。许多行人走来走去。看完这个视频，很多人都说炸裂。就根据110个字，又没有分镜要求，但是 Sora 自动补了很多多角度镜头切换，有远景，有近景，整个运镜特别流畅，呈现出来的效果相当炸裂了。但是小猫看了之后是觉得很好，但没有觉得有啥炸裂的。真正让小猫炸裂的，反倒是这段时间里各路大 V 们给出来的解释。AI 能够生成图片，其实去年大家就知道了。那什么是视频？就是1秒钟连续播放24帧图片，这就叫视频。非常朴素的原理。小猫相信都2024年了，即便不是信电系、计算机系出身的朋友们，也早就知道了。那么有人讲，它的了不起体现在那段视频里的场景已经符合人类物理学范畴了，这说明他懂了，他懂物理了，是很了不起。但是去年照片的时候，他难道不懂吗？他最初画一张图，人类的手是6根指头，后来修正到5根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懂了。所以明白小猫的意思吗？它只要能画出符合物理学或者生物学原理的图片，它就能生成符合物理学或者生物学原理的视频。道理讲过了，前面的24帧图片模型，小猫没有说它不牛，小猫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牛去年就该猜到了。那大家现在到底惊呼什么呢？惊呼自己后知后觉，还是惊呼自己不知道原理？惊呼从来和牛没有关系，惊呼只和你什么时候知道有关系。你早就该知道的事，无论有多牛，何来惊呼？至于金融市场的波动很正常，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原理有什么相干？金融市场是预期左右的。想不明白，小猫就打个比方，大家假设全世界的人都死掉了，就剩下观看小猫影片的人，大家信不信？小猫说什么，什么就会涨，什么就会跌，这是一定的呀，因为全世界就剩咱们这些人了，而这些人里面，就小猫的嗓门大，这就叫预期管理。金融市场是预期管理扰动的。我们回到话题本身，对事件本身的理解，小猫已经解释清楚了。去年小猫和老 K 聊过一起 ChatGPT，但是小猫和老 K 之后就一直没聊过了，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但这个话题越演越烈，很多大 V 都发表了看法，于是很多人的问题开始变成了衍生话题，就是怎么看待那些解读了。
小猫大概统计了那些大 V 的观点，随着时间的发酵，渐渐成为2个阵营。一个阵营的意思是说，美国人真牛，美国人要用 AI 来对付中国人了。另一个阵营的意思是说，牛什么牛，虚头巴脑的，整天就是画视频的，也没见用 AI 的力量修一条路，架一座桥。前者听到后反驳，能生成视频就能生成桥，因为智力可以变成体力。当然结论还是那个，美国人要用 AI 对付中国人。后者继续反驳，中国人不怕他们的对付，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。这点大家懂的就懂啊，小猫就不细细解释了。他们双方讨论得很激烈，但是小猫不清楚这帮人在炸裂什么，同样不清楚他们到底在争辩什么。咱们想一个很简单的场景，假设小猫有一家小猫公司，有1000个员工，你也有一家公司，也有1000个员工。如果我先发明了枪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给我1000个员工都装备上枪，去干嘛呢？去抢你啊！因为我的1000个员工持枪的情况下，战斗力翻番，很容易理解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小猫发明了机器猫，难道我要给我的1000个员工每个人装备一个机器猫吗？那我都怀疑人生了。我这种智商到底是怎么当上老板的？我是脑子被门夹了吗？我有枪的时候之所以要给员工们装备，是因为没有员工，枪就是废铁。现在我有的是机器猫，机器猫肯定是有脑子的，它什么都能做，我为什么还要给员工们装备？如果我真的需要给员工们装备，那只能证明我发明的并不是真的机器猫。这句话意味深长，小猫建议没听懂的就在这里停顿半小时，彻底想通之后再往下继续看影片。因为让大家停顿的这句话里面包含着最常用的国际金融游戏。如果此时此刻你不能脑补全了，你继续听下去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你还懵着呢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往下，小猫假设大家已经彻底明白了，咱们继续往下。从我拥有机器猫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公司的1001号人，包括小猫公司的1000个员工，都站在我的对立面。现在我一个人加一只猫，我们2个才是一伙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中产者。这个词来源于刘慈欣的小说《赡养人类》。小说里面，老刘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。一名巨富拥有该星球的一切，这个人被称作中产者。星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。中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以及海洋。当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，将其他所有的穷人都撵出了第一地球，这就是中产者。我们继续往下推，这样小猫不会再针对你们公司了，明白不？因为此时此刻，我已经不属于小猫公司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此刻主不在乎。大家首先要弄清楚现代国家诞生的机制是什么。古人理解的国家和现代理解的国家不是一个定义。德国有一片土地，包括土地上的人都属于某个法国人，比如法国国王，有没有毛病？没毛病吧？大家实际上效忠的是某个人，或者说某个家族。就像一直到上世纪，英国国王同时还是印度的王，也是澳洲的王，没毛病的。因为在上世纪，尤其是在1战、2战后，人类为什么会雨后春笋一样迅速诞生出大量的现代国家？是生产力的需要。大家可以认为就是家族式管理跟不上形势了，人类需要重新构建协作模式。
比如我们是同族，或者我们是邻居，或者我们有相同信仰，那咱们几个合伙干呗。你看到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这属于常识。由此诞生的合作与分歧，前提是什么？是存在竞争关系，因为市场蛋糕就这么大。你们公司和我们公司如果能合作，就好的穿一条裤子；如果不能合作，就暗搓搓变着苍蝇诅咒对方。如果枪诞生了，公司间的竞争就会加剧，直到重新恢复新的平衡。因为枪是个工具，离开人他啥也干不了，是人在竞争，从来不是枪在竞争。好好品这句话。如果机器猫诞生了，那还竞争个毛啊！咱们之间的关系既没有合作关系，也没有竞争关系。那只机器猫，它愿意赡养人类，就是刘慈欣写的《中产者》的故事。如果不愿意，那你和我一起被打包送去太空，这就叫流浪地球。还是老刘写的。所以小猫说，炸裂的不是什么视频，是那些大 V 以及那些很多人。小猫真的很震惊，这样的言论言之凿凿，各自有很多的信众，吵得面红耳赤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争论时，往往忽视了底层逻辑。大家连人类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都不曾理解，就开始争了。这跟两个民科人争哥德巴赫两个猜想有什么区别呢？就像郭德纲的段子，你说发射火箭到底是用的水洗煤还是精选煤？很多看起来真的不可开交的话题，你回到底层逻辑上，会发现讨论的基础都不存在。我发明了枪，为什么愿意分享给那1000个员工呢？因为我还需要这1000个员工。同样，如果我发明了什么超级生产力，我愿意交重税养活这1000个不干活的人，除非怎样？除非我是真的需要他们。当年福特为什么加薪？难道是好心？难道只要是本国人就给加薪？加薪是因为资本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，你不给工人加薪，消费就上不去，反过来就约束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充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话题，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请回答。回答不了就没有人给你钱。至于你和人家是不是一个国家，是不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你看谁理你？中国人口基数里的大多数真的太天真了。当然，全世界都这样。男女对立，男女有啥对立？有钱的难道会因为你和对方同一个性别就会发钱？还是那句话，发钱就有一个原因，他还有地方用得上你。所以搁在 AI 上也是一样的。你说 AI 的早期可以让富者更富，贫者更贫，甚至某一天 AI 的进步可能造成中产者的局面，这小猫都能相信。但是你说 AI 能造成2个国家之间如何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当你拥有机器猫的时候，你还会想起自己是个美国人吗？对不起，那一刻起，你已经不拿自己当人类了。就像我们说，常人和谁最亲？和自己的孩子最亲，亲生的嘛。可是如果你能永生，你的孩子在你的眼里是什么呢？就是陌生人呀。你都永生了，他还和你有啥关系？什么关系都没了。在无穷大的时间里，作为分母面前，你们相聚的那几十年作为分子，结果不还是0吗？所以小猫觉得，我们缺乏的是底层逻辑。你不明白国家是怎么形成的，共识是怎样形成的，国家间是什么关系，人类和不同科技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，那你就不具备常识。常识，常常人们就是不认识。你说一个不识字，他怎么看书呢？
一个人不具备底层逻辑，他怎么思考呢？你说一个人如果这辈子活人都没活明白，我让你预判你的配偶、你的老师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、你的行业经济运行，你啥都预判不出来，那你去天天关心这种街头小报的炸裂有什么意义呢？还一个比一个有鼻子有眼，大家真觉得那些大 V 的内容一定是人写的吗？还是 AI 写的？ AI 通过读数据了解到互联网基准之后，为了迎合这种底层逻辑缺失的认知水平的大家写的呢？如果被小猫说中了，那大家被一群 AI 牵着鼻子吵，吵什么劲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作为一个人，先把人活明白了，把人这点事儿弄懂了，你这辈子啥都有。至于万一哪天人类不存在呢？那和你有什么相干？人类不存在了，就好比宇宙不存在了，这难道是你能左右的？你是动画片看多了，当自己是奥特曼，还是小时候逃课没学过杞人忧天的故事？把目光拉回来，活人这辈子就是活人，活人活明白了也就值了。希望大家这辈子都是值得的。感谢大家观看小猫的影片，拜拜。